昨日我心里便嘀咕，这等机敏伶俐的少年人，不知范轩是从何处寻来，看上去却有几分念名的影子。啊，莫怪姨丈没把你认出来。我记得我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才5岁。啊？行军艰苦，姨丈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。这个呢是今年扬州进贡的宫中的陆阳春，肯定是赶不上你以前喝的那些，不过也算是能入口。往年江南的茶叶下了，姨娘会亲自选出一批最好的，给你姨母送上一份，我呢也就能沾一沾你姨母的光。而如今呢，真的是物是人非了。顾某年少时确实荒唐轻浮，可如今见天下疾苦，已不再贪图这些享乐之物。殿下，有什么话直说吧，不必客套。九四，你是我外甥，这话生分了啊！若你卫星刀兵祸乱天下，我当然可以喊你一声姨丈。可如今，确实物是人非。九四，我若是和你说起初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，你可信我？我信不信的不重要了。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当皇帝，我只知道你起兵谋反，将天下卷入战火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你若真的想问，不如去问问那些朝不保夕、3餐无以为继，甚至易子而食的布衣百姓。去问问战场上那些枯骨，他们信不信你不想当这个皇帝？九四，你到底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。我跟你一般大的时候，跟你一样，也是一腔热血。可到了如今的年岁，看过这个世道，我就知道，空有一股冲劲儿是没有用的。你说你替范轩死守那望都城有什么用呢？你口口声声为百姓计，可是你心里清楚，你我的兵力悬殊，城破是早晚的事儿，拖得越久，死的更多。殿下怎知这兵力就悬殊了？九四啊，你到底是年轻啊！你用这种话来炸我是没有用的。你看不上我，却觉得范轩是你心中的民主，能爬到节度使这个位子上，我真的没看出来他能比我好在哪儿。那我还是劝你不要以己之心夺人之心。咱们既然话不投机，就不必多费口舌了吧。九四，世道难改，谁坐这个位子都是一样的。你记着，你我始终有一份亲缘在。若我得了天下，你便是皇亲国戚，泼天的富贵等着你。范轩他现在用得着你呢，自是千好万好。可是等到兔死狗烹之日，你便是叛贼倾卷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再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你不能因为一时意气，为所谓的布衣百姓断送你的性命和前程。九次，不知道。何止在你眼里，治家子弟的性命，始终是比布衣百姓的性命更加贵重。从古至今，莫不如此。可在我眼里，望都城内百姓的性命和我的性命一样贵重。有百姓才有天下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，还想当皇帝？你视百姓为草芥，可在我眼里，你还不如草芥。古九四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身在城外，若真动起手来，城中驰援来的大军可没有我的快。
我既然敢来，岂会没有后手？你若当真以为我望都城内只有老弱残兵的话，不妨打进来看看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皇上，两军交战，不战来使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马前卒罢了。恐怕城中还有无数良将呢。如果我们杀了他，只会让城中的居民更加义愤，使宁为仇仇。即使那日我们收复了王都，恐怕也难以服众呀。放了他。放行。顾九思，你今日走出这凉亭，我这外甥便真的死了。王老头，今儿这么早吃饭吗？三爷，我来放您走。是顾九思教你的？说吧，今儿又是什么把戏？老头子不说假话。不说假话。我入狱之前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救我？三爷没见过我却一直念着三爷的恩呀。要不是三爷月月给我们这些退了伍的老兵发救济钱，我也活不到这么大岁数。三爷，快走吧，换着我给你准备的长服。眼下连王攻打望都，城里都乱成一团，我得找到机会放你走。再晚，我就把顾知县发现了。那你的家人呢？都不在了，老婆死得早，2个儿子，2个儿子都入了幽州军，死在了几次北凉入侵的战役里，就剩下我，没什么人可以连累。三爷，倒卖粮食这事儿是杀脑袋的大罪过，顾知县要判你，没什么毛病。你逃出去之后，就都放下吧，换个地方安顿下来，过条安生日子。王老头，你说我做错了，那我问你。像你们一家几口人为了幽州卖命，可以说比谁都称得上是英雄，可是到头来呢，换来的却是你晚年只能靠我这大奸商发放的救济钱来活命，这是对的吗？你知道你从我这儿得到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吗？我想过上安稳日子的生活又是从何而来？这本来就是幽州欠我的，欠我们所有人的。不是，我没有错。就算是现在砍了我的脑袋，我就是下到18层地狱见到阎王爷，我仍然还是那句话，我没错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吃饱、穿暖，能够不被冻死，不被饿死，好好的活着，有尊严的活着。
父亲，他还跪着吗？自从父亲下了军令，3个时辰了，三弟一直在那跪着。不用理他。今日你跪，明日我跪，还带不带兵？军令如山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枉为我周高朗的儿子。弟弟，你先起来，别惹父亲生气。父亲放弃王都了吗？父亲与范伯伯比咱们看得更长远，他们考量的是天下百姓。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主爷，父亲放弃王都是与不是？鼠目寸光，妇人之仁，半点大局都不顾啊！还学会了内宅那套。逼问起你老子来了！眼看着王都沦陷，置30万的百姓安危于不顾，难道这是你口中的以大局为重吗？逆子！我将麾下尚有2万精兵，原为王都守军，现如今只留一此。若是将军不愿有违援，我现在就去求范节使，申请召回王都守军。给我站住！你小子可给我想清楚了！你若一意孤行违抗军令，不开围剿，以后幽州军你也不用管了。退役之后，你别卸甲归田，爱去哪去哪。逆子！皇上，我们已经围困幽州多日了，区望都。倘若我们10万大军全力攻城，即使对方可能会有几招后手，但我想，我们也定能将其拿下。且再看看吧。顾九思那小子行事风格跟他那个舅舅江河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江河其人深不可测，不可掉以轻心。皇上是如何打算？如若这块硬骨头暂时啃不下来的话，不若绕道攻打玉泉关，引北凉入关，使望都腹背受敌。皇上，可北凉终究还是犯边外地，在下认为这其实……皇上，营帐门口有个人刚从望都城出来，想要见您一面，说有要事禀报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爹，
你为何不出兵救援幽州？你怎么又不敲门啊，婉儿？你都快19岁了，总该有个姑娘家的样子，不能总这样冒冒失失。别扯这些糊弄我了。擅作主张延误军机，你会害死望都多少人？爹，你为何这么做啊？你真的以为节度使不知此事吗？你们早就做好打算，眼睁睁看着幽州陷落，却什么都不做。幽州军主力紧随范宣起兵擒王，各城的守备一巴掌都能数得过来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那梁王即便是战败溃逃，那也有10万之众，我们如何能打得赢啊？望都没救了。是，单凭幽州守备是打不赢，但加上并州、青州的兵力，大可一战。况且，望都城内那可是30万条人命啊，爹！哪个州要是单独出兵救援，都是以卵击石。眼下各州都收到了求援信，你看看谁出兵了？谁都不愿意先迈出这一步，生怕陪着幽州送死啊！咱们的节度使不想掺和这事儿，可那个范宣已入了东都，拿着那个位子，恐怕也是早晚的事情。这事儿不能做得太明，事后范宣若是追责，也就是统军擅自扣押信件，入了我的官帽子，也就罢了。婉儿，爹老了，你再怎么骁勇善战，终归还是要嫁人的。你不爱听，爹也得说呀。你说你能在军中还能待几年？这女人家难道还要真的当将军不成吗？天下大事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啊！爹这个官帽子在撸下去之前，就是想给你找个好人家托付，将来也好有个依靠啊。我早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此生不嫁凡夫，我情愿一生在军中，哪怕做个马革裹尸的小卒，也不要在后宅为。你这么不听话，都是爹把你教坏了。爹教我的，我终身受益。小时候，您就给我讲边关将士死守城门、忠肝义胆的故事。当年西凉犯边，梁清玉小将军孤胆轻骑，带兵相助西凉关守军，以少敌多，奇袭击退外族大军100里之势。这些都是您教给我的。您还说，生女当如梁清玉，如今您都忘了吗？当年您最瞧不上那些天下威王还明哲保身的孬种，怎么眼下您自己却……住口！竟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小事在人为，大事在天命。望都的布衣百姓，他命该如此，不是你一个丫头片子能改变得了的。梁清玉又如何？还不是嫁人生子，最后跟着叶家死在了扬州之乱里，这都是命啊！懦夫！